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十字军盾流的攻略影片。那我在这边想要先跟大家说，我这支影片因为比较长，所以我会分上下集。那大家不用担心，上下集都会在同一天就上传了，所以不用担心还要等待这样子。那上集主要会是我讲解盾流派的一些主要的基本资讯跟如何增加伤害。那下集才会是我的角色跟我实际操作的样子。那么我这次下集所录制的这个我的角色也会有一些跟上次不太一样，是因为我上次是看着影片读的这样子，那我这次是边玩的时候我会边讲解这样子。那如果有一些没有讲好的地方或是避车的地方，那再请大家见谅。那我们就开始吧。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盾流十字军的主要2个攻击技能。连续盾击跟回旋盾击，连续盾击应该是盾流十字军最主要的攻击技能了。它是一个近战物理攻击的技能，表示说它会被斗志啦，或者是有著名近战物理攻击的一些增伤手法而改变伤害。那因为它是近战物理攻击，所以像是牧师的暗笔是可以防它的。那它这个技能也是会受种族属性跟体型影响，跟大部分的技能一样。然后它特别的是，它也会受盾的重量影响。那其实这方面其实没有太大的选择啊，因为盾流的十字军基本上也只有一个盾可以用，那个盾刚好就是最重的。那接下来就是回旋盾击，回旋盾击呢是十字军最主要的清怪技能。那其实它的重点其实都跟连续盾击都差不多，伤害是受重量影响，跟伤害是受种族属性跟体型影响。那你最主要要注意的就是，它这个技能是远程物理攻击，所以与连续盾击不同，它其实并不是近战物理攻击，它不会受到暗臂所影响，并且它的增伤是以远距离攻击为主，比如说像是血害弓箭手卡，或者是民工的附魔。那表示说呢，你其实在这2个技能中，你只能选一个技能去增伤这样子。那另外一点就是回旋盾击它本身并不是群体攻击，它其实要配合一个齿轮才能够把它变成群体攻击，不然如果没有那个齿轮的话，其实你的这个攻击还是只会是单体的。接下来呢，也是算是最重要的，种族属性跟体型对于伤害的重要性。那其实这个资讯其实适用在 RO 大部分的物理攻击手段上，所以你在这边学到的其实是可以应用在其他职业上的。那我们先来看看盾技能，它是受体型修正影响的，并且它是看武器。意思就是说呢，虽然你是用盾攻击，但是它看的体型是看你的武器的。譬如说像是你拿枪的话呢，那你打大型就一定是100%，那打中型打小型都是75%。那如果你拿刀的话呢，那你打大型就只剩下75%，整整少了25%伤害，但打中型就是100%，然后打小型还是75%。所以事实上呢，如果你想要达到最大的伤害的话，那其实你是需要用2把武器的。那其实基本上，因为如果以打王来说好了，大部分的王都是大型的，所以你其实可以只拿枪。但相对的，如果你是以练功为主的话，那大部分的你会练功的怪，其实大部分都是中型的，所以才会有很多人建议是拿刀。然后呢，盾技能的属性也是受武器影响，虽然它在技能上面也写说是无属性攻击，那个是还是可以被改变的，像是你使用转换器啦，或者是说被牧师洒水啦，都是能够更改盾技能的属性的。那这个的重要性就是，当然就是要打属克的一些怪物，比如说你用火攻击地的话呢，你就会加75%的伤害；那用送攻击暗的话呢，就会加50% 的伤害。那这个其实增加的是非常多的齁，所以基本上你尤其在打王的时候，或者是在练功一段时间的时候，那个置换器真的不能省，因为一定要用的时候，你才能达到你最大的伤害。然后呢，也跟其他的大部分的技能一样，它也是会受种族卡所影响的。那么在这边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好了，就以我那个100万伤害的黑暗之王为主。
黑暗之王它是一个恶魔种族不死属性跟大型的怪物，那代表说我的武器自然是要使用枪嘛，因为枪会对于黑暗之王造成100%的伤害。那武器卡呢，我会选择米诺斯卡、海神卡，或者是最万用打 BOSS 的深渊骑士卡。属性呢可以用圣或是火。那圣当然是给黑暗之王最大的伤害嘛，加75%，因为它是不死属性。但是如果你的队伍刚好没有牧师可以帮你洒水的话，那也是可以用火来增加50%的伤害，那也是有增伤的。那么呢，这边也可以建议大家去看看，有3张士兵卡，刚好也会增加你的技能的属性攻击，像是甜饼人卡，它上面叙说增加圣属性技能3%的攻击。那这个圣属性技能是适用于转属后你的圣属性的连续盾击是能够被甜饼人所影响的，所以在这边也可以适用在黑暗之王上。那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另外2张饰品卡是球卡卡增加地属性的技能伤害，与冰玻璃卡增加水属性的技能伤害。接下来我大概简单讲解一下盾流的一些主要齿轮，因为齿轮基本上要看你口袋够不够深，跟你洗不洗得到啦。那洗不到其实有几个主要的就好。那盾流最重要的齿轮呢，就是弹射助推装置跟圣光加注。这2个呢，一个是能够让你的回旋盾成为群体攻击，那基本上这个无可取代啦，这个一定要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增加你盾的那个重量啊，盾的重量是会影响我们盾流的攻击的，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第3个主要的盾技能齿轮就是圣光赋能装置，那这个其实不一定要有，因为老实说，尤其是打单体的时候，其实这个没什么效果，而且它真的伤害真的没有很多。但是在打群体这样在练功的时候呢，有时候刚好你差那一点点伤害的时候，用这一个齿轮其实是不无小补，有一些小帮助的。然后就是一些增伤的齿轮，像是核心超频、嗜血、能量风暴残忍，这些就是有当然是很棒啊，没有的话其实也不会是世界末日，就是算是一个增伤再增伤的一些齿轮。那么武器的选择呢，以我的经验来说，最主要有3个武器是比较好的。第一个呢是皇家之矛，皇家之矛它是一个枪，所以枪的话对于大型是增加100%的伤害，那对于打大部分的王的话是比较好用的。那么乍看之下，大家会最先注意的是它的那个增伤的效果，就是30% 几率获得君王的威严，那物理攻击跟魔法攻击增加10%或15%。那么其实这个增伤效果是不错，那它最主要好用的地方是因为它还有另外增加了圣属性技能伤害。那刚刚前半段有讲说跟甜饼人卡类似，圣属性技能伤害是能够增加到洒水后，就是当你的攻击变成圣属性后的技能上的。那这样子的话有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当然就是打不死打暗的话已经会有另外的增伤。那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当你打那些完全不能增伤的属性，像是无属性啦，或是毒属性啦，打这些属性的时候，你可以由牧师帮你洒水后，那因为你武器的关系，那你对于这些不能增伤的怪呢，还是会有一些少许的增伤。那第2个选择呢，就是火灵之剑。火灵之剑呢，它是一个刀武器，所以它打中型怪的时候才会有100%的增伤。那为什么会选择火灵之剑呢？是因为大部分你会练功用到的怪兽，大部分都会是中型怪，所以用刀的话会比用枪还要好。那火灵之剑有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它本身就是火属性的武器，所以你不用另外买置换器的话，打地属性跟不死属性的怪的时候，就可以有增伤了。你买置换器的话，你还要另外花钱。那它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有另外一个那个效果是火属性技能伤害会加一些伤害。那这个的好处是，当你打像是无属性或是毒属性的怪的时候，也是会有一些增伤的，所以也是会有助于你练功。那么火灵之剑的精炼效果，老实说，加一些魔法攻击其实真的没什么用啦。
主要是因为十字军真的也没有其他刀武器可以选择，尤其是在于能够增加伤害方面的，所以我们也只有火灵之剑可以选。第3个武器呢是长角之矛，那它也同样跟皇家之矛，它也是枪，所以它对于打王打大型怪的时候比较好用。那它主要的优点有3个，第一个是它本身就是圣属性武器，所以你完全不用洒水，你就可以有圣属性武器，这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不然有时候真的找不到牧师。那它也有类似皇家之矛的一个增伤效果，就是在生命高于70%的时候，物理伤害会增加17%。那基本上十字军也血量老实说也不会。大部分都会维持在一个比较高的状态之下，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效果其实是应该可以一直在的，而且它有比皇家之矛高个2%，然后它本身也有一大堆治疗的效果，譬如说像是增加受治疗量啦，或者是就是用治愈术的时候会有一些一些特殊的效果，那么这个有助于如果你想要当坦兼当打手的话，那这些效果其实对于你自己也是有一些帮助的。只是说因为少了皇家之矛的那个圣属性技能伤害，所以事实上它的实用度在对于伤害方面是比皇家之矛还要差的，但是它的泛用度是比皇家之矛还要好的。那关于盾的部分，基本上没有其他选择啦，就只有十字钢盾，因为它是唯一最重的盾。以及它是唯一有增加盾流的技能伤害的盾，所以要选盾的话，就是把这个盾经验越高越好。至于防具的部分呢，主要是2套，第一套是戈夫呢，就是最主要的坦的防具哈。那这个防具基本上适用于所有十字军的，因为十字军大部分的时候都会需要你去坦王或去坦怪，所以戈夫会对于大部分的状况会比较好，尤其是新手或者是无氪小氪的玩家。那至于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提尔套，那么提尔套其实没有那么必须啦，因为老实说它的增伤虽然是有增伤，但是事实上以十字军的定位来说，有时候你的防御会比你的攻击还要重要。那当然，如果你属于想要拼高一点的伤害或者是比较大氪的玩家的话，那当然用铁套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有多余的资金啊，或是图纸啦，其实也是可以弄一套低金链，可能加6啊或者加10的铁套，可以有助于练功的时候伤害还比较高，那可以让你练功的效率比较好。那基本上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大部分的状况之下，戈夫套都是能够使用的。至于饰品呢，事实上就其实没有太大的诀窍，你不是用85等的尼罗玫瑰，不然就是用95等的黑暗骑士的执念套。那其实这2个的伤害其实不会差多少哦。那黑暗骑士是你一定要加15才会比较强，所以大部分如果是小氪无氪玩家或者是新手的话，那用尼罗玫瑰就可以足够哦。那如果你如果能够到后期毕业的时候，当你需要更多正伤手段的时候，换黑暗骑士都不迟。那关于盾流的一些技能讲解跟伤害讲解，就在这里到此结束。那么下集的话，我会放在这个荧幕上，那大家可以去点阅去看我是怎么实际操作我的角色的。